不是，真就完全还原啊，太细了吧米哈游。不过我怎么记得一开始派蒙不是从这里掉下来的呢？别问，问就是剧情需要。大家好，我是新银魂啊。这期视频跟大家一起重新细看一遍《原神》最新动画《卫行之路》，不知道各位看完这动画有什么感受？反正我是看爽了。不管是画面表现、音乐渲染、剪辑节奏还是情绪把控都绝了。这次我也带各位一起看看细节，或许会有更加不同的感受。一元慢慢直接开始。这次动画同时也是一首 MV， 所以我们先看歌词。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有一首美国诗人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同名诗歌《卫行之路》。这一首诗歌主要体现面对选择时的抉择，两条路都没有人走过，一条是我践行的道路，另一条则是我未行之路。也因为我做出的选择，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，很倾向于剧情中妹妹所做的选择，她所选择的道路。而原神这次音乐的歌词也像是对前一首诗的回应，尽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，但我会义无反顾地寻找，去践行你没有选择的卫行之路。从歌词上就奠定了整个动画的主题，哥哥追逐妹妹的步伐，践行他未选择的道路，也是彼此的卫行之路。这次动画整体采用平行蒙太奇的剪辑手法，从主角兄妹二人的视角呈现了他们各自的旅程，相互交织，互相关联，交相呼应。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旅程时间相差数百年，都为了各自的目的在大陆上旅行。那么故事也是由此开始。动画开场是海边画着2颗流星的沙滩，和游戏最开始旅行者给派蒙讲述自己故事时画的一样。接着是一段风景空镜，画面中有薄荷与蒲公英，指示的地点是蒙德。画面先给到妹妹，因为官方剧情中是妹妹先苏醒开始的旅程，而后哥哥也在一样的草地上苏醒，只是时间已经是黄昏。同样画面上也是薄荷与蒲公英，交代了几乎是差不多的位置。这里错位时空的剪辑也暗示两人在不同时间苏醒。哥哥醒来伸出手，是因为妹妹已经不在自己身边，他最后的记忆是被天里的维系者所封印，而他想要去找回妹妹。随后妹妹起身，看着初升的朝阳，哥哥则看着落日的余晖，两人也是一样起身，开始了自己的旅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原神官方最早发出的宣传图和动画封面并不相同，但内容都一样。兄妹二人躺在这片草地上，两人的左右手小拇指勾在一起。最早的宣发图是白天，妹妹睁开了双眼，哥哥依旧沉睡，而动画封面是黄昏。这次哥哥睁开了双眼，妹妹依旧沉睡，或许也暗示了妹妹先醒来，哥哥后醒来。哥哥穿过茂密的丛林，而妹妹视角时，周围的树还没有生长得这么粗壮茂盛。赤红的天空下，妹妹穿过断壁残垣，这里应该就是妹妹亲眼目睹了坎瑞亚灭国的惨状。同样的台阶前，哥哥视角已经是一片荒芜，妹妹视角则比较干净整洁。哥哥在雨天穿过树林作为转场，在这里是分割故事线，正式进入我们所熟悉的剧情。而后就是梦开始的地方，哥哥在海边钓鱼，然后就钓上来了派蒙。这个场景还原非常到位啊，树桩都还在这。视角切换，戴英和妹妹来到蒙德城，可以看到此时城墙堡垒和路灯上没有挂上旗帜，和游戏中现在的蒙德城还是有些差别。再切到哥哥和派蒙走到蒙德喷泉，这里派蒙才第一次出现，说明刚刚的确就是把派蒙钓上来了。注意这时候哥哥身上已经有了风元素的颜色，随后哥哥的身影被瀑布遮住，切换成妹妹，而且看妹妹视角蒙德喷泉的装饰，可能是蒙德在过风花节，背后是蒙德百年老字号猎鹿人啊。同时可以看到妹妹虽然在蒙德，但身上没有出现风元素的颜色，说明她只是单纯旅行，没有和风元素共鸣，或许是和戴英一起旅行的原因，并不想和七神有什么关联。当然也可能是妹妹没有派蒙，也包括之后都能发现哥哥身上的颜色与所在国家是一致的，但妹妹一直是最开始的白色。接着旅程来到璃月，戴英和妹妹在清澈庄看烟花，烟花升空爆炸，切到哥哥视角，烟花的光照进休息的房间，哥哥耳坠和胸口都是盐元素的颜色，两人都无心欣赏烟花，而是若有所思，或许是在想这样的场景能和对方一起看多好。派蒙则是一贯的呼呼大睡。接着是到期镇守之森，也就是神里灵华跳舞的那条河，只不过这次是妹妹光着脚站在水中。接着一段快剪，妹妹的足迹行过小路、雪地与河流，二人在平行的时间来到稻妻城的街道，妹妹身上依旧是白色，而哥哥手腕上是紫色雷元素。接着哥哥的足迹行过沙滩、原野、石路、草地，妹妹则是走过须弥城，头上花蕊还是白色。哥哥在花伞里被浮出的地方祭奠花伞里，派蒙也是双手合十的样子。再切到妹妹也在神龛前祭拜，哥哥来到须弥和纳兰娜，和一群兰纳罗在一起。下一个镜头，哥哥跨过水潭时，倒影是妹妹的双脚，表示这也是对方走过的道路，但妹妹却在这里驻足了，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什么暗示。接着璃月风格的屋内，哥哥坐在窗前，手里拿着的是自己的耳坠，妹妹则是取下了头上的一朵因提瓦特。随后又换了一个场景，是须弥稻城林卡利贝尔的屋子，哥哥脚边是那面破碎的镜子，是卡利贝尔看到自己面貌后打碎的。
哥哥扶着桌子，桌上是原本装着镜子的盒子，此时哥哥身上是草原树的绿色，而妹妹视角中同样是这个屋子，那面镜子则是完好的在桌上，盒子也是打开的。此处是卡利贝尔的故事，哥哥在这里看到了数百年前妹妹的记忆。接下来也是一段快剪，并不确定是回忆还是想象，因为按照目前给出的剧情线索中，兄妹俩应该没有这么悠闲在提瓦特旅行的经历。不过双方画面都互相有对照，就先当是回忆吧。两人一起端着碗喝水，妹妹朝哥哥泼水，哥哥狼狈地坐在水里。哥哥睡觉时，妹妹探头看着他，哥哥趴着睡觉，妹妹伸手戳他。这里我看着像是到期，我也找到了差不多的场景，哥哥给妹妹戴上因提瓦特，以及妹妹给哥哥编辫子，最后是夜空下，兄妹两人扭头对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妹妹的回忆中，哥哥身上也是白色的，没有与元素共鸣，说明他们最开始也是很单纯的在这个世界上旅行。如果没有派蒙的指引去到7天神像，或许哥哥也不会发现自己能与元素共鸣。再回到现实，哥哥和派蒙在沙漠点燃篝火过夜，天空中接连划过2道流星，流星一直都表示双子，第一颗是妹妹先行一步，第二颗则是追赶妹妹脚步的哥哥。随后空镜画面又是一阵下雨，和前面的内容做出分割，与开头那场雨呼应，表示我们经历过的剧情已经结束。迎来最后的画面，2只雪狐互相依偎，2只团雀在一起贴，就连沙漠中的面具鼬也是成双成对，更显得哥哥形单影只。随后派蒙出现，拉着空继续踏上旅程，戴因也和银继续在沙漠中前行，银的眼神坚毅，似乎有什么他所坚定的目标。这里的时间和最开始截然相反，空和派蒙走向刚刚升起的朝阳光芒中，银和戴因则是步入火红的落日余晖里。抬起头，夜空中象征双子的2颗星星依旧明亮闪烁。最后一句话总结：尽管时空不同，但我会走过你走过的路，看过你看过的风景，因为我知道在旅程的尽头，我们终将重逢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视频全部内容了，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？麻烦动动同志让我看到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一定要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最后一定要关注我，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最后感谢分享时间，期待下一次更好的相见。